可是現在問題來了，你剛剛講的黃仁勳對我們的能源感到了不管是問號也好，焦慮也好，你說別人講也就算了，我覺得黃仁勳是所有美國大老闆裡面最懂台灣的。你剛剛講他對供應鏈的懂，他如果懂供應鏈，他會不懂電嗎？他會不懂說台灣現在的生產需要多少的能源？他會不懂說這個中間需要消耗什麼東西？他們的短板是什麼？長處是什麼？他一定知道啊。他那天講 maybe 的時候，我都覺得很 shock。他是一個非常低，就是說他不會去講這種話。當講 maybe 的時候，他已經把他的態度非常明顯的表達出來，所以他真的是有很大的憂慮嗎？你可以想象哈，到底什麼樣的老闆會跟他提這種問題？你就說都是大老闆，對呀、啊，是不是？你像那天連陳泰明都講這樣的話了，大家都擔心，對不对？那為什麼大家都擔心？因為政府的責任釋疑，就解釋我們的疑慮。好，政府的責任是告訴我們未來3-5年我的國家戰略是什麼，我到底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比如說我剛才一開始的時候跟大家強調，台灣最大的優點是地狹人稠，對。那麼我們的國家戰略是不是應該跟這個事情有關？對不對？第二個，我們不太可能再回到靠農業養整個台灣，農業只佔1%，農業很重要，農業很重要，不是它幫我們賺錢，農業很重要是當我們到中南部可以看到綠地，我們很開心。我們可以去日月潭度假的時候，我們路過，新竹路過苗栗，還可以看到很多綠地，這是農業對我們的價值。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靠錢，但是沒有錢萬萬不能，所以我們要去思考，就是說我們讓這個國家均衡發展的方法是什麼？所以我覺得我從黃仁勳的口中，我的體會是，這些很多大老闆都有跟他表達。對。他們一定不是只有一個，好，所以政府必須要有更明確的責任去告訴我們說 ，OK， 假設我們現在1050家上市櫃電子公司一年的總營業額是1.2兆美金，如果你再把世界級外商公司在台灣隨便就布局1-2千個人，我們到底需要多少人？我們的產值到底有多大？我們可能已經超過2兆美金，市值是5兆美金，那麼我們如果有一天，很多人在講台積電可能變成幾兆好了，那如果萬一它真的變成幾兆呢？那我們怎麼去思考我們的資本的運作的問題？我們怎麼去思考我們土地、水電、能源分配的問題？它需要未雨綢繆，它需要台灣最好的人才去思考這些問題。所以說，你擔心的是，現在台灣沒人在想這件事嗎？您認為有人在想這件事嗎？我現在也在擔心，我也不認為這個，我覺得是很多人憂慮的地方。就以前你會覺得說，為什麼現在很多人開始又在講李國鼎了，或者在講孫運璇了？就是那有一個時代的人，他是做一個對台灣長遠的規劃，把一個台灣的資源做一個合理調度，或者說把所有的資源最大化的。可是現在在台灣的時候，你沒有辦法討論這些事情。但是你在討論能源的問題的時候，那就是意識形態，那就是你死我活，那就是堅壁清野，那就是楚河漢界。我覺得這個完全沒辦法討論，這個是也讓人家覺得非常沮喪，也非常擔心的地方。老杰，我很 honor 我年輕的時候常能跟李國鼎執政一起工作，是常常，他接待外賓有時候會叫我坐旁邊，我要負責答復問題，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些事情。even 孫運璇院長我也接觸過，什麼意思呢？他們都做了正確的決定，然後讓台灣有一個機會吧，但是呢，寶傑，我的看法是這樣子，政策錯誤是經常會犯的錯誤，錯誤不重要。錯誤敢改，那個才是你的政策作為嘛，因為不可能每次都對嘛，對，要修正，對不對？一定要修正。第二個，知道自己不足。其實我是呼籲我們藍綠兩邊在對話這些問題的時候，請你拿出專業來對話，而不是戳人家的短處，針鋒相對。比如說，上次我記得我在節目裡面談過這個事情。韓國的人口是我們的2.15倍，那韓國的國家預算是我們的5.2倍。韓國花太多錢，台灣太摳門，就是我們要向對方修正，拿其他國家的政策來對比，並不是要批評我們台灣怎麼樣，而是說，人家做的哪一點做的比較好，哪一點做的比較不好。寶傑，我剛剛做完一個整理，全世界去年半導體的總進口金額，我是進口，因為我需要半導體，我進口。你知道總值多少？1.4兆美金。但是我們要扣掉一個地方，哪一個地方？香港。香港其實有2700億美金，但是
香港的半導體幾乎都中國100%，對，它只是轉口而已，所以它沒有真正的產業。對，所以我們把香港扣掉，香港扣掉就有1.2兆美金左右，對不對？好，您知道中國佔多少？37%。好，第二名是誰？台灣11%。哎，但是寶傑有幾個數字，你恐怕會很驚訝。美國多少？3%。哦，日本多少？1.7%。韓國3.7%。什麼意思呢？真正量產製造都不在這些國家，所以它不需要進口那麼多的半導體嘛。好，第二個問題，全世界前12個主要的進口國，有3個國家，它的進口成長率超過35%。你會猜哪3個？好，我先告訴你，中國去年的進口成長率是10%，所以它的產業再有下去。好。另外3個是哪3個？越南、美國跟台灣。我們這3個都超過35%。意思是說產業蓬勃發展，但是美國只佔3%。所以美國even成長30-40%，都是因為政策改變。所以美國製造嘛，所以有一部分就回到美國去製造。如果不是這個，你認為它有45%嗎？它更低，對不對？所以真正成長的是越南跟台灣。對不對？好，還有另外一個國家也重要，但是它比較模糊，那個叫新加坡。新加坡我認為它應該有1半以上也是轉口到東協、南亞這些國家，所以我們這些數字呢是用來解讀的，並不是用來當成神來相信它，而是說你這個所有的數字的背後，你有不同解讀的能力，那大家就會比較了解產業政策。你講這個就是重點，就是說如果在產業上面台灣一直在蓬勃發展，我要進口這麼多，其實台灣出口也多。那如果在這方面，我們講黃仁勳已經講過，台灣不能只當一個 AI 的生產基地，它也應該作為一個 AI 的應用的地方。也就是說，我不是只是做 AI 為人作嫁，我做好了这個東西，我就給別人用，我給了這個所謂的東協用，不給了中東用，因為沙烏地阿拉伯需要，我給美國用，我給歐洲用，可台灣自己也要有。等於說，我現在這邊有2個問題是，我大量的生產以後，我的生產要電，更重要的是，我要把這 AI 落實在台灣啊。台灣有大量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資料預測中心啊，我也應該有超級電腦啊，我應該有雲端，而且台灣自己的 AI 主權，我要有自己的儲存的地方，我不能把我國家最安全、最重要的東西儲存在別人的雲端裡面，那是不對的。所以在這個上面，黃仁勳或者對很多台灣人的焦慮，或者對能源的焦慮，大家講人的問題、能源的問題、政策的問題，就這樣子就浮現出來了。我們把這個問題分成2個部分，第一個跟台灣的整個經濟環境有關係。台灣的製造業佔 GDP 將近40%，所以智慧製造一定是第一優先，因為它的確可以解決我們人力不足、少子化的問題。第二個，它是我們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動能，所以這個部分應用部分這一端要先考慮。好，第二個部分，我認為，好，2個大的產業，一個醫療，好，另外一個金融，因為這2個做 B to B。對，你要讓用戶付錢，因為在未來3到5年，有能力付錢的是這種人，對不對？那第3種以後就是屬於一般生活上的應用。那麼我們來考慮一下，我如果是政府官員，如果我可以做決策，我會把底層的應用當成補貼社會。我從電子業賺到錢嘛，我讓賣蔬菜的，我讓最後一里路賣竹筍的都可以醫化。那樣的方法是什麼？數據更多。第二個就是說，千萬記得一件事情，比如說台灣有沒有可能建立全世界最好的自駕車？智慧駕駛。對，自駕車的環境，我覺得台灣開放太慢。不只是慢，但是台灣的優點是很大的，你知道嗎？因為我們95%人住在新竹到屏東的西海岸吶，對不對？我們相對容易。如果你要實驗，宜蘭可能最好，因為宜蘭是封閉的地形，就是你只要找到政策方向，你很容易落實。第二個，寶傑一定知道，台灣的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對不對？意思是說什麼？我們每個人都智慧化，我有一個終端的設備嘛，所以相對來講，台灣的教育程度又好。那您同不同意？台灣要做智慧應用，台灣有最好的機會，對不對？第3個，你如果讓老百姓知道怎麼用，這些人一旦進到黃海廣達、人保以後，
他知道應用的環境是什麼。我們重新去定義市場，坦白講，你就把國內應用的部分當成農業好了，讓老百姓，我們發展電子工業、發展資訊科技的目的是什麼？第一個，出口創匯賺錢；第二個，讓我們生活品質更好一點嘛。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更好的生活品質？所以它不是罪過。我們下一代的年輕人，他值得，他們可以擁有更好的生活的條件。那麼政府如果願意做先期的投資，我記得上次上您的節目的時候，我也談到挪威的綠能車嘛，它比例最高，它有北海石油，它幹嘛綠能車比例最高？因為它要教育它的下一代，及早使用新科技。一樣的道理，如果今年台灣的電子業賺這麼多錢，那麼政府超徵的稅收，不管從股市賺到的、所得稅賺到的，那麼請你們去思考一下，我們未來科技應用、智慧應用的時候，哪幾個場景台灣要先做？你不管選哪一個，我都支持。只要你願意做，我都支持。我覺得都是好事，因為智慧應用的東西會留在台灣。因為你做的不好，坦白講，導入的人也是台灣人，失誤也是台灣人，好，虧錢也是台灣人，錢還是在台灣，它的附加價值不會出口去。所以我們要思考服務業，尤其是先進服務業對整個社會的價值是什麼？好，最後一個就是說，我們剛才談到金融跟醫療。這兩個意義非常深遠。就我們以前說我們要台灣變成亞太金融中心，我們講吹牛，他現在發現我們的股市是5兆美金。對，好，寶傑，你知不知道哈？我聽說的哈，我聽說外資哈，他們的那個台灣的限額，就投資台灣的錢啊，佔比多少我不知道哈。我說假設是10%，超過10%，上面就跟你講不能再投了。對啊。假設我們能夠說服總部用國際行銷的觀念，告訴他說，我們台灣不是只有10%哦，我可以佔15%、20%，那麼我們台灣的財富會繼續增加。那財富增加，我們就有更便宜的錢，因為國際資金給我們，我們就去滿足啊 NVIDIA、AMD、Intel 這些世界級公司對台灣的要求嘛。好，我想你也看到了 ，Tesla 也想找台灣合作嘛。為什麼要找台灣？因為台灣最有效率，最不會犯錯。所以我以前聽過一個前輩跟我講，他說美國人吶很會問問題，台灣人吶很會答復問題，所以這是我們的優點嘛。好，所以現在政府其實政府的政策很簡單呢，政府政策只要想清楚，好，我的優點是地狹人稠，那麼我不要仰賴農業，但是我願意補貼農業，我願意給農業更好的價錢，我願意給農業的我們的餐飲業年輕人願意他可以生活得很快樂。我們的方法是什麼？我們應該想，因為我們人的互動多，比如說我們的勞工法規可能不能跟美國一樣。為什麼？因為美國地廣人稀，人跟人的互動的頻率低，摩擦的機會少，所以你不覺得台灣比較容易出車禍嗎？所以我們要想這個事情，但是我們要與時俱進。像我前一段時間，我到西班牙、到葡萄牙，我到韓國旅行，我自己開車，德國我自己開車，我就發現說，他們的彎度明明比我們還彎，為什麼它速限是120？什麼意思？寶傑，我們都理解一個道理哈。現在的車子剎車性能、加速性能比50年前、30年前好很多。你現在用的是30年前的交通法規，我怎麼可以接受呢？就是你要跟着時代一直改變嘛，對不對？我們有 ABS 剎車，對，我們的很多條件跟以前已經變了。你還在跟我說？高速公路有時候70，有時候60，因為轉個彎就要變60，哇，那個害死人了。所以市長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我們的產業跑得非常快，我們的產業已經是世界級了。可是我們很多的政策，我们的很多的想法，30年前是綁的，是好，沒關係哈。我剛才講就是說，如果我們承認政策有落差，那麼我們理解了，好，用最快的速度滿足改變這個政策的失誤，那麼就是一個好的政府。我的理解是這樣子，對不對？但是 Matter 你是藍的還是綠的，跟我沒關。那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應該去努力，作為一個媒體人，作為一個產業分析師，我的責任是告訴大家說，我看到這個啊，你要不要參考一下？對，如果你覺得不錯，那你就修正，我們就給你鼓鼓掌，說好棒，我們也樂意幫大家講話。我覺得我看到的世界是這樣，是因為台灣的問題是這樣，就是說我們的民間非常強，可是現在的問題在。如果我的剛才講那是基礎設施，我的基礎設施沒有辦法，就你曾經在你的新書裡面有特別提到，連韓國
都買了很多的這個所謂的晶片，買了很多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AI 的這個東西，他們去建構他們的 AI 的設備。可是台灣在這一方面，我們製造很多的 AI，可是我們在應用 AI 上面，你特別是在 AI agent 上面，你說包括中國，他們都做了很多 AI agent 的這個所謂的努力，或者做比如說不管是送貨也好啦，送餐也好啦，或者這個所謂的無人機也好，台灣在這個上面，我們反而相對是落後的，這很荒謬。這是我們做的啊。就我剛才講嘛，發展科技的目的2個，第一個出口創匯，因為我們是個貿易國家嘛，我們要賺錢嘛，對不對？第二個就是讓老百姓的生活品質更好。對，其實啊，我剛才講到，我40年前回台灣的時候，政府找我當研究員，啊，做什麼？我們這一批20個人啊，政府用行政院第2預備金訓練我們20個人，我是第20號啊。說我們是第1代的研究員。好，那時候我經常聽到政府官員講一句話，他說政府的責任是改善 infrastructure。什麼叫 infrastructure？ 就基礎建設，水電、人力、教育、土地，這個就是政府要提供給我們的。企業個別的責任，你把自己的企業經營好，政府給你公平的環境，大家就是公平，對不对？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還有第2個，政府不能圖利廠商，但是政府要知道圖利產業。如果你不能圖利產業，我要你幹嘛？對，我幹嘛繳稅？所以我們開始要想象這個事情嘛，哈。所以我們對政府的期待，我認為是公平的，就是一樣。30-40年前，我從資深官員裡面嘴外面聽到的話，我再講一次給大家聽。他們以前是這樣講的，那我30-40年後，我還是認同。我認為說，政府的責任就是改善基礎環境，把基礎的政策定好。就是我剛才講，回到我最想講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地狹人稠，它既是祝福也是詛咒，對不對？你選對了就變成祝福，選錯了就是詛咒。而且我覺得台灣剛好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剛剛講，我們今天剛好我們在發展 PC， 我們為人作家，我們做別人不願意做的事情，我們把每個小東西都做到最好。因為你要把小東西做到最好，我才進到供應鏈，我才可以賺點毛三到四的錢。可是沒有想到那些東西，我們居然培養了台灣這個所謂的解決問題的能力。你要特別強調一點，就是康寧其實來到台灣，也就是我覺得這個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是我不但是掌握了 AI 時代裡面最重要的工業製造的能力，而且全世界的這些大廠商，包括了日本很多的化工廠，包括了康寧，包括了 ASML， 包括了蔡司，這些以前對台灣來講都是高高在上，他們不可能来台灣投資，可是現在他們都一個一個來台灣投資。那台灣現在就要靠這個機會是，我不但是要穩固我作為核心製造能力，我可不可以透過因為 ASML 來了，康寧來了，就像您剛剛提到，康寧能不能幫台灣再創造10個的千元企業？對，那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因為你來了，包括日本的化工来了，我把你的技術留在台灣，把你的台灣再做提升，否則你只是就現在的東西繼續做，你還是吃老本，那個對台灣來講是不對的。所以剛剛講的這個台灣剛好是一個轉折機會，我現在看起來很好，可是很好的狀況下，我怎麼樣持盈保泰的走下去？那個是台灣的人、台灣的政府、台灣的這個所有的人都要思考的問題。是啊，以前40年前，我們在台灣科學園區剛剛成立沒多久，我們在想什麼？我們在想撿到籃子都是菜啊！只要你是電子產品，你進了訓練園區，我們都歡迎你，對不對？我們過去的觀念是這樣。好，我們經過30-40年的演化 ，PC、行動通信到現在人工智慧，這個演化的過程中，台灣從小學生變成至少是大學生吧。我們也許還不是博士班的，但是我們還有一定的基礎。我們現在開始想象，我真的需要 FDI 嗎？外資直接投資嗎？好，我們需要，但是我們是希望他們來補強我們的產業鏈，因為台灣不缺錢啊，台灣外匯存底是6000億美金啊，我們幹嘛跟中國大陸比？幹嘛跟越南比？我們本來就是不同樣的國家，大家去理解哈，錢用在對的地方。台灣最大的問題是只省錢，只存錢不花錢，這才是台灣最大的問題。現在黃仁勳告訴我們說，我請他們投資，他們都願意。對，為什麼很重要？很重要，所以錢不是問題了。好，現在我們是說，我們要康寧，我們要蔡司，我們還要日本的 Sumitomo，我們要化學工廠，我們要這些公司 ATMI。你知道有一家公司叫 CABOT， 你知道這家公司嗎？他做化學材料公司。好，他買下，我如果沒記錯啊，他買下高雄一個李長春化工還是什麼？
買李長春了。哦，我記得是這樣哈，也許我會錯，但是我大概10年前有一次，他們在芝加哥，我去的時候啊，因為我是政府拜托我幫忙，就講解給他們，叫他們強化對台灣的投資等等。我發現來了5個副總裁，2、3個資深副總裁，我在想說也不用這麼大的陣仗，好，結果你知道嗎？他跟我講什麼？他說我們40%的市場都在台灣。我說你是做什麼的？因為我剛下飛機。他說我們做半導體化學材料。哦，難怪。然後呢，第二個他告訴我說，我們很多的配方，必須跟台積電、聯電這些公司共同研發。對，所以 patent 也有都共同持有的 patent 等等這些問題。所以我的問題就是說，台灣跟這個世界頂級的公司合作，我們是要懂他們要什麼，我們把機會創造給別人。如果不能讓這世界級公司賺到錢，他們為什麼要來台灣？當然。對不對？他們賺到錢，我們就可以分到錢。而且我們想把它留在台灣。以前我們很怕外商進來台灣賺我們的錢，就把錢帶走，對不對？以前是以前，現在台灣有自己。台灣跟新加坡有什麼不一樣？我以前常講這句話：新加坡是 outside in， 台灣是 inside out， 這兩個不一樣啊。新加坡沒有本土的工業，所以他必須把外商找到新加坡去投資。所以新加坡號稱全世界的晶片有10%來自新加坡。但是他們沒有一個是本土公司，所以新加坡政府很有效率。他說：“我把基礎環境做好，你進來你要繳稅，但是我跟你談判，你繳100億，那你只要繳給我50億，50億你可以帶回去。外商認為划算，他就來了嘛。就是他在做這個事情。那台灣不一樣，台灣是 inside out， 我們吃飽了，撐住了。我說我們就開始想說，一部分的分給別人。所以基本上我也贊成，台灣 can help。”台灣現在要組織寶傑，我剛才有跟您提到，40年前政府為什麼組織 MIC 這個團隊？因為有一個美國的科技顧問 Bob Evans 跟李國鼎執政建議，他說：“你們台灣中小企業多，收集產業資料不專業。第二個，政府官員不知道什麼叫做高科技，你找20個年輕人做這個事情，我就是第20號。好，現在問題不是我，問題是說我們這一代，我認識很多很好的朋友。”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台積電剛剛畢業的 CTO、CFO、CIO， 然後呢，我們科技業資深的60幾歲退休，還有很有能力、外語能力很好的人，組織一個 think tank， 組織一個智庫，去協助越南、馬來西亞、泰國。放心，我的理解，資本市場、人力、經驗、客戶的信賴度，他們都不會是台灣對手。所以，我們應該要很有自信的去協助更多，然後讓全世界很多重點國家都變成我們的夥伴。對，我們應該去想，我們怎麼幫捷克啊，我們怎麼去幫立陶宛啊。所以你的意思說，台灣已經非無下阿蒙了？當然了，應該要做一些符合台灣能力應該做的事情。它符合人類的價值嘛？就是說，任何一個國家，我也去過立陶宛啊，我去過愛沙尼亞，這些國家。他們地廣人稀，他怎麼可能打得過台灣嘛？但是他有很好的人才啊，他們的人的教育也很好啊，能不能變成我們 IC 設計公司的一環？我們為什麼不想這個事情？那就是國家戰略的問題。對，我們為什麼不去想英國的倫敦科技的技術週？我去年去講課的時候，我就發現他們在劍橋的 ARM-based 的設計公司都很好啊。那為什麼跟台灣互動不多？我就跟英國的官員講說，我們應該台北跟倫敦建立一個直通車嘛。讓你的公司利用我的基礎環境，我們利用你的先進科技，兩個之間不會有對打。當然，因為它的 AI 的設計是很強的，丁麥就是他們的。美國、歐洲的設計公司如果毛利沒有到40%，他就不會做，因為他做不下去，因為他基礎的環境，它的成本就是要墊高到40%以上。台灣呢，毛利20%，就我們過得不錯，對不對？台灣，我其實跟印度講過一個事情。你找台灣公司來投資可以，你一定要讓他賺錢，賺少一點沒關係，他就會抱持着希望，但你不能讓他貼錢，因為我們看起來是大企業，好，但是呢，投資印度的時候，印度14億人口，我怎麼補貼得了？我補貼不了你，你整個國家你也不會對我有忠誠度，所以我一定要先賺到錢，讓我累積經驗，知道怎麼跟你合作，他自然你的工業就會帶起來，所以。我們認為台灣跟這些國家都不會有直接競爭關係，大家要有自信，因為台灣已經非無下阿蒙，就像您講的。第二個，
產業的複雜度、多元交錯的環境，對台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至少我自己認為，如果大環境、政治環境沒有太大的改變，10年黃金10年，黃金10年。但是寶傑，我很樂意告訴你，我5年前就這樣講的，所以我已經講了5年，還有5年嗎？我還有10年。好，我們現在延續說，我們還有10年。對，我認為我們還是很樂觀哈。但是我們這一代要撐住。就我們這一代的責任，不是要賺更多錢，我們這一代的責任是把台灣最美好的這一塊的價值，我們能讓下一代人理解。所以，我只是跟社會大眾呼籲，就是說，所以你才這樣苦口婆心的到處去演說，到處去講。寶傑，你會很驚訝，我已經在台灣32所大學講過課。好，所以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因為以前我也是別人教的，所以很多很好的老師教我，我慢慢學，慢慢學，我也學到了一些東西。那麼我就代表大家，協助大家去把台灣產業的知識結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會跟寶傑講啊，我說台北電腦展，如果你願意訪問我，我很願意再來一次。好，所以我們把大家看到的、大家公平的，從社會利益的角度跟大家分享我所看到的這些，不是很好嗎？我覺得非常需要你的眼光來告訴大家這個世界怎麼運作。不過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知道黃仁勳已經在 AI 這個領域裡面已經獨霸了，可他有一個焦慮，他最害怕的居然不是 AMD， 他居然也不是擔心 Google 的這個新的晶片，他最擔心的居然是華為，有這麼可怕嗎？其實啊，大陸那邊的做法，如果是 top down，比晶片、比效率這件事情，我覺得勝算不高。我個人的看法，那大陸最有機會是毛澤東的戰略。叫鄉村包圍城市，因為它有4億人。寶傑，您也了解哈，中國大陸的紅色供應鏈真正崛起是在2008年以後。2007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iPhone 出現的。iPhone 跟傳統手機有什麼不同 ？iPhone 智慧型手機是雙向對接，所以呢，數據的產量是倍增。第二個交錯，所以有14億人口。經濟正在成長發展，同時交錯 booming 上面的商機會有多大？所以中國在2008年以後真正建立紅色供應鏈是2008年以後。第二個，生逢其時，坦白這一代人運氣也很好，就馬雲這一代人運氣很好。為什麼？2008年的北京奧運是很成功的，證明了中國的國力，中國可以定義出新的大賽的舉辦模式。好，除了這個之外。中國有很多大城市都舉辦過世界級的活動，什麼意思？人的眼界改變了。坦白講，我們要不要鼓勵企業界多做一些藝文運動賽事的贊助？因為以前我們都不做這些事情，我們開始要去理解社會的互動、多元交錯，它必須要有很多社會教育。這個事情呢，看起來很貴，但是我們不能永遠都不做。好像我跟黃仁勳在最後跟他10分鐘在談的時候，我們在談什麼？我們在談說，台灣要不要進入到終端市場？以前不做品牌是祝福，以後不做系統整合品牌可能是詛咒哦。什麼意思呢？現在的品牌跟以前的品牌一定不同。三星的電視機為什麼值錢？為什麼？因為三星告訴全世界，55寸以上的電視機。他們市占率1半以上，然後呢，全世界有錢的家庭客廳最好的位置是我三星占領的，他可以不賺錢，所以他要的是 Samsung 這個 brand， 然後他希望以後電視機就是智慧家庭的入口，你將來是要用智慧，你的Alexa 很多的解決方案，透過我的電視機當成一個入口，那麼三星可以賺多少錢？他期待這個事情。但是智慧家庭沒有發生，沒有發生，他所有的串聯還不成功，但是呢，我剛才講就是說，過去你在最有錢的時候做這個投資，你不痛不癢，所以三星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傷害，對不對？好，現在我的問題就是說，我們要不要讓鴻海、廣達、仁寶、緯創、緯穎這些公司更了解 data center，數據中心在台灣建構的時候，我會碰到哪些問題？好，所以政府在投資數據中心的時候，你的看法理解是什麼？我們要有幾個數據中心，我們是讓 Google、Amazon、Microsoft 在台灣建數據中心，跟他們一起 co-work 呢，或者我們在 vertical 分眾領域的應用上面，我們有自己的價值跟價值主張，因為那個事情我們不能假手他人。我們的醫療體系，
我們當然有自己的系統了，對不對？那是國家安全、國防啊，很多。所以你講的不是品牌，是系統。對，系統整合上面的價值，我們必須有更多。我們的軟體人才跟以前不一樣，我們不是要去發展出微軟那種軟體人才，或者是 Oracle 的應用的，我們要發展出我們核心產業，從智慧製造到很多尖端的智慧醫療、智慧醫療這些應用上面的軟體人才，我們可能需要有更多的經驗。是好，我們相信，當然我們也希望台灣是一個福地。那我們覺得西亞溫亞米亞亞，台灣剛好走到一個非常巧妙的歷史的這個路口，我們成為一個全世界 AI 的這個所謂的生產重地，而且你變成是一個無可取代的。那問題來了，我們現在的這個所謂的狀況是過去的選擇導致現在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場景，有這樣的一個榮景。可是現在我們也在做這些選擇，我們也在做一些決定，而我們現在做的選擇跟我們做的決定，對我們的下一步，對我們的下一代，能夠我們講不要辜負我們老天爺給我們的這樣的一個福分。那如果不辜負的話，我們現在做的東西夠嗎？我们社長非常苦口婆心，他非常認真，這樣去說服，就是告訴說，現在台灣你做的任何決定，都跟你未來的狀況息息相關。非常謝謝社長，謝謝寶傑。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政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